为了验证一下像这种没有酷炫功能的冰箱在食物的保存能力上到底怎么样，我让工程部的同事设计了一个小实验。Hello， 大家好，我是 Tony。那上一期呢，带大家看了一下日立的这个750KC 这款冰箱啊，那似乎除了一个真空保鲜舱以外，没有任何酷炫的功能啊。因为我的办公室啊，就是还有另一款冰箱啊，它是国内2大厂商之一的一个高端品牌。那我们现在把它简称小 C， 因此呢，我就把这个小 C 啊作为日立这款冰箱的一个参照对标的实验对象。那这个实验呢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我们去市场买来了一些比较容易腐败变质的这个食材，然后检查以后啊，将状态相似的食材分别放置在这2款冰箱中做储存。为了尽可能的去避免干扰项的存在啊，我们将放置在冷藏室的食材使用保鲜盒保存，这些都是市面上最普通的保鲜盒啊，那一个大概就是几块钱。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隔绝湿度变化引起的这个额外影响。另外呢，我们还在这2款冰箱的保鲜抽屉里啊，分别放置了一份未经保鲜盒封存的食材啊，以便去对比冰箱中最核心的保鲜区域和普通保鲜盒在存储能力上的差别。那日立这边呢，我们是用到了它的真空保鲜舱啊，那原理是通过这个真空泵啊，去降低舱室内气压到大概0.8个标准大气压下，从而去阻隔氧气和保湿，并且降低食物的新陈代谢。那这种方案呢，从技术原理上会比卡萨帝的低氧较长抽屉会更好一些，特别是对于肉类这类的这个食材的这个存储，当然它也会更贵一些，毕竟要实打实的在这个里面放一个真空泵嘛。啊，另外一款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冰箱小 C 啊，它用到的是一个这个光氧增鲜技术，通过给予植物相应的光照啊，使得它能够持续的增长激发，相当于一种外部能量的输入，那这样可以减缓植物对于自身有机物的这个分解。虽然我对这种方案其实是保有比较大的怀疑态度的。以下啊是我们记录的2款冰箱在冷藏实际温度5.5左右14天的食材变化情况。可以看到啊，在第7天的时候啊，2款冰箱在冷藏室保温盒内的食物依然是非常新鲜的状态。日立的真空舱由于湿度比较大啊，所以食材有些偏软，但整体依然是未发黄的。小 C 冰箱光氧舱内的小葱的尖部啊，已经开始有些发黄了。到第10天啊，2款冰箱的冷藏保鲜盒内的食材都开始有些略微的发黄。光氧舱内的小葱啊，尖部已经开始发黑了，而真空舱依然未见发黄。第14天啊，那日立的这个保鲜盒内的食材总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食材有些略微的发软发黄，但整体依然保持了原先90%到95%的一个状态。真空舱内的食材始终未见发黄，但是由于这个湿度啊，整体它会呈现一个偏软的状态。小 C 这款冰箱中呢，它的冷藏的保鲜盒中啊，整体的蔬菜的状态是不如日立的啊，偏软的部分比较多。光氧舱里就比较尴尬了，那超过一半的小葱都开始发黄变质，绿叶菜和生菜的整个呈现出来的也不是一种非常新鲜的状态。由于我们的实验啊是在相似的温度设定下，并且通过保鲜盒排除了这个湿度的变化引起的额外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相对公允的去认为这2款冰箱在冷藏室的储存表现是由于不同的温度控制能力引起的。因此我们通过这个偏差0.5度的多个温度传感器进一步的去测试它们的温控能力。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对比性啊，我们还在本次的这个测试样本中去加入了国内另一个大厂的高端品牌型号啊，我们把它简称小 K。我们来看看这3款冰箱在温控能力上面的表现。那这些啊就是这3款冰箱的温度湿度变化图表。那么我们分别测试了冷藏室和冷冻室的最高温度表现和最低温度表现。大家从上面的这个图中应该也能够比较直观的感受到啊，那日立的这个波形是真的非常漂亮，它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匀称性和周期性。那这个得益于啊它非常出色的真空保温层，加上非常精准的这个温度传感器啊，能做到设置温度正负1度以内的偏差，以致低至这个0.04度每分钟的升温。由于我们的这个测试传感器啊本身也存在大概0.5度左右的一个偏差，因此它的实际温控能力可能会更好。那冰箱 C 呢，在设定的温度上会和实际的这个温度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偏差，那可能是由于整个压缩机的这个做工的频率啊，其实会比其他的2款都低了1倍，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能效表现吧。那在保温的能力上面，它也不如日立啊，与冰箱 K 呢在伯仲之间。那冰箱 K 的表现啊，整体相对来讲比较中和，那可圈可点，既不是最出色的啊，那也没有很糟糕的一些个情况。最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3款冰箱的能耗情况。日立冰箱的一个完整的温控周期啊是1个小时，也就是说啊，压缩机每小时做工1次。由于其保温能力非常出色，因此压缩机的做工是相对比较节能的。在735升的容积下啊，综合的这个耗电量每24小时是1.1千瓦时。冰箱 K 在520升的容积下，综合的耗电量是每24小时0.95千瓦时。冰箱 C 在557升的容积下，综合耗电量为每24小时1.18千瓦时。
那日立的表现是最好的呀，24小时的测试环境下，每升的这个功耗是1.5瓦时，那其次是冰箱 K 为1.82瓦时 ，C 冰箱最弱为2.12瓦时。看完数据啊，我这期有点不知道怎么结尾了啊，因为虽然日立的这一款价格会高很多啊，但这个价格本质上是高在了容积、面板材料和设计上面。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测试的是日立的一款非镜面的产品，那在容积相当的水平下，我认为刨除关税的影响，它的价格并不一定会比测试的高。当然，由于一款产品也不能完全的代表整个这个品牌，并且我们测试的小 K 和小 C 不算是最新款，但依然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毕竟啊，品牌厂商出一款产品，它不会是随意拍脑袋出来的。那一个妈生出来的孩子，就算各有不同，但底子上应该也是相似的。所以啊，我最近其实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更光鲜的这个外表和所谓的更智能的这个交互，那肯定是未来发展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是否还是应该结合实际的使用场景，谨慎的去堆料呢？毕竟啊，成本就这么多，那这里多堆一点，必定那里就要少一点。如果对于 PPT 卖货完全成瘾，我不认为在长期的发展下会帮助企业走得更好。OK， 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产品想要去了解的，或者是想要去看的，都可以私信我，知无不言。